徐阿姨，尚师叔，好久不见。我妈妈有事耽搁，等明天才能回得来了，让我跟你们说声抱歉。今天我带她来祝贺叔叔阿姨，祝阿姨叔叔的生意蒸蒸日上，祝阿姨永远漂亮。还是细光会说话，都说到我心坎里了。你妈妈给我打过电话了，我们约了，回头我们单独再聚。到时候你可要来哦。那当然呀，吃饭我最乐意了。Hey, Vincent, good to see you. How's it going? 那阿姨你先忙。那怎么能放你一个人呢？佳琪，这孩子一有功夫就不见了。你很久没见佳琪了吧？她从美国回来了，一会儿啊，让她跟着照顾你啊。没事的，阿姨，你先招待客人，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。好吧，玩得开心。 Yeah, you, Richard, you're my friend, aren't you? You know, I know that. 展身手。任务已经完成，再待半个小时可以走了吧？真无聊，还不如回去和姜润一起打游戏呢。于总的面子好大呀，圣人家的老总都带着圣人的后辈过来了。哦，企业20周年庆典肯定得大操大办，不过能请得来盛总，估计啊也是沾了无锡正在进行长三角企业家峰会的光。哎，石总，我跟于总打个招呼。于总，远程的聂总呢？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啊！他旁边那位是谁呀？那个我刚好知道，之前在里湖饭店吃饭碰见过，是聂总好朋友的女儿。张总，你说话还挺含蓄。什么好朋友？就是那个，我们无锡商圈早就人尽皆知了。保不齐那个就是聂总的私生女，要不然能那么上心，那个宴会上。好像今天江云没有来，所以才敢带她来的吧？什么敢不敢？难不成如今聂总还会看江云的脸色？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，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。女人最要紧的是什么？是温柔贤惠，把家顾好，做好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日子自然过得好。可她呢，非要逞强好胜。据说有时候在公司，聂总的面子都不给，完全分不清大小王。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了，让别人占了现成的便宜。我听说呀，她刚一离婚就后悔了，想找聂总复合，不愿意。如今恐怕正在家懊悔的，哪好意思跑这儿来自讨无趣呀？再说了，人一走茶就凉，我看于总根本没请他。哎，你们先喝着，我去给聂总打个招呼啊。行吗？聂总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你好，你是？聂总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是徐大峰啊，我们公司是做装潢材料的，上次招商会有幸还跟您聊过几句呢。哦，这次能有幸再次见到聂总，小弟真是非常高兴啊！咱们远程开发的商业地产是全国公认的高质量，聂总有什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，尽管说话。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。效劳，我看就不必了。西光，你今天也来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我代表妈妈过来的，不需要跟你报备。你，我这个女儿真是被宠坏了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无锡大丰装潢材料董事长徐大丰。听徐总和我父亲打招呼，才知道你们之前并不熟识。刚刚坐在那里，恰好听到徐总高谈阔论，还以为徐总是我父亲的旧相识，对我家和远程的事情了如指掌呢。怎么回事？聂小姐误会了，聂总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是不是误会你自己知道？刚刚一大群人听着呢，徐总不至于敢说不敢当。你肆意编排别人家事，诋毁毫不相识的人，这样喜欢传播虚假信息的人，居然做装潢材料生意，真让人担心材料的真假质量。聂小姐言重了，
抱歉，抱歉，可能是我刚才的言语有不当之处，得罪了。聂总，这都是误会，我可以解释。你尽可以解释，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，你侮辱创始人，这生意要是做成了，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。还有，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，让老公舒心，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，你心里既然看不起，又何必参加呢？于阿姨，借地方处理点事情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直到发现了你，那个时候你正对人发怒，全程都被你吸引了目光。身边有人说你骄横，可是我却完全被你吸引了，只觉得你的样子那么的光彩夺目，生气勃勃。原来他在那次宴会上就看见了，这么早啊？问啥？问你和你未来妻子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还是单身狗呢。2011年1月15日晚上7点28分52秒。我想我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这个女孩子。正好佳琪将我介绍给了她的朋友们，其中也包括你。我现在已经万分肯定，你当时丝毫没有注意到我，以至于对我没有一丝印象。我试图不着痕迹地接近你，可你却很快在宴会上消失了。我想也许不用这么着急，我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。所以几天后，当我接到你赏梅的邀请时，我简直欣喜若狂。那天我做了一台极为成功的手术，第二天我就开车去了无锡。我绝没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上手术台操刀。在高速公路上，我出了车祸。我没有生命危险，可是却再也不能成为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。原因除了手，还有眼睛。那段时间我蒙着纱布躺在病床上，心想，这就是我为了见那个女孩子付出的代价。我不会迁怒她，怨恨她，甚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是为了去见她才出事。可是她为什么都不来看我一眼？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，且从未解除。所以当从别人口中得知你在这个公司工作，我离开了盛源总部，到了苏州，没想到你却完全不认识我了。是了，你怎么会认识我？邀请我去无锡的那个根本不是你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不见光明中，你成了我的心魔。可是西光，我从来都是为你而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晚饭吃了没？
森。西光，我收到你的信了。明信片很漂亮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好像去了很多地方，敦煌、七彩丹霞、凉州，大概什么时候才回苏州？我现在在北京，本打算今天飞回去，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。现在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买了一夜直达的票，明天早上到苏州。你还去了北京？来拜访一位医学界的前辈。哦，这样。北京回苏州，一般会经过无锡的吧？要不你在无锡下车吧？西光，你确定吗？你大概几点到无锡？我去接你。待会儿林宇森看见我在站台上等他，会不会很奇怪？跑到这里来接，果然还是太隆重了吧？要不现在跑回出站口？出站口在那边，我到底在折腾什么？哎呦！你靠近那一瞬间，风都变得有点甜。我假装在看旁边，其实心思全被你发现。咖啡冷了一点点，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，偷偷想你一整天。是否你跟我有一样感觉？像老电影泛黄的对白，却让我一直期待。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。西光，是啊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哎，你不知道，出站口太冷了，我穿大衣都要冻死，所以干脆就买了票到候车厅。
有暖气的。然后既然检票了，我就跟着下来，不然少检一张票，火车没法出发怎么办？说的也是，聂小姐的票这么重要，不检火车怎么赶走？喂，我不是说9点吗？你还敢提？你是跟我说的9点，可是我查了火车时刻表，从北京过来的过夜车，一列是早上7点多到，一列是10点多，根本就没有9点了。你干嘛骗我？他应该会说怕我起床太早太辛苦吧。我怕你说，林雨森算了，太早了我爬不起来，你还是自己回苏州吧。我才不会这样呢。现在我知道了。给你，帮你带了小笼包，现在大概已经是小冻包。冬天打包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路上正好看见就下车买了，你就当我一时抽风。怎么会？我正好饿了，我们找个店热一下。好，无锡的小笼包很甜哦。是吗？那很合适现在吃。走啦，出站口很多店都开门了。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小笼包来西餐厅啊？刚刚路过的中餐厅招牌上都有小笼包，我们带着一份上门，会不会像踢馆？有道理。你们点的果汁和吐司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小笼包给你们配了份醋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请慢用。谢谢。快尝尝。哇。吃得惯吗？一会儿吃完，你想去哪里玩吗？无锡其实没啥好玩的，太湖现在也太冷了，要么去看看灵山梵宫，起码那个顶还是很漂亮的，或者去三国城、水浒城，不然源头渚什么的。我一直觉得你会带我去看梅花。好啊，那就去梅园。梅园门票最便宜了，你帮我省钱了。我来开吧。不是不幸运的车技啊，我是真的不太信任你的车技。啊，走了走了，不然梅花都谢了。怎么开到太湖边了？
前面有个路口，你开错了。路牌提示你走左边的道，你开中间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哦，我以为被鄙视的人是没资格指路的，而且我合理推测，你作为本地人，也许在走什么神秘捷径。不要回头了，这里很好。什么？你看那边。所以，你一直以为2年前邀请你去看梅花的人是我。一开始在公司，你才会那样对我。是。那你后来为什么？明明在你心里，我曾弃你于不顾。身不由己。我找了很多理由说服自己。或许佳琪没说清楚，或许你那时候年纪太小，不敢面对这么沉重的事情，所以选择性遗忘。这在医学上也有过案例。又或者，你并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。当时佳琪介绍的是 Vincent， 又恰好忘记了我的样子，所以没能把我和2年前那人联系起来。我找了很多个原因，每个原因都有那么多漏洞。可是每个我都说服自己相信，否则我怎么才能放任自己再度追求你？一点都不感动。你问都不问我，就把黑锅扣在我头上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不是。可是希光，除了你，我没想过会是除你之外的任何人。自始至终，我没想过会不是你。对不起。如果是我爸爸无意拆穿了这件事，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让我知道？其实离开长白山的时候，我已经打算找邵佳琪问得更清楚一些，但是我当时也只是想，邵佳琪是不是在我和你之间有些话没说清楚？没想到还没来得及问，你爸爸就来了。
你这些天为什么跑那么远，跑那么久？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你才不能再拿起手术刀的。我终于说服自己心甘情愿，可是最后却发现，居然是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，一个谎言。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交代。我的人生简直变成了一个笑话。希光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？大3寒假，参加完宴会，回南京后，原来比我晚。这几天，我经常想起你说的那句话。什么？元旦后，我们和师兄在观前街吃完饭。你说，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可是现在，我宁愿我是晚认识你的那个，那样我不会怨恨，不会去想，如果不是这样的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可是，竟然是我先认识你的。以后我和你在一起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h,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希光，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我希望我们在一起，但绝不是因为你一时冲动和你不应该有的内疚。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什么内疚，是正常发展，但是发生了一点小插曲的办公室恋情。所以，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？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Oh,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Oh, can you feel my heart with you? If you ever wanna know, I have never felt this before. 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My heart is only you,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.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 开错路是不是要罚下场？什么时候有个规则啊？上次在游戏城的时候，好吧，那待会儿我也给你下车。
我刚刚只是不作为，可没乱指路，你不要把问题严重化。还的时候当然要连本带利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？还要去梅园吗？不用了，以后没有哪里的梅花会胜过这里了。那我们直接去吃饭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记得过年前，有人说要带我去南长街，从头吃到尾。好像是说过。你记性真好。那当然，聂小姐的每一笔应付账款，我都牢记于心。以后会计给你当了，那就去南长街。我先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。妈，你是不是和小林在外面吃，不回来吃饭了？你怎么知道她来了？你都是我生的，我还不知道你呀。哦。但是你可能不知道，什么？就是刚刚，我们支支吾吾的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谈恋爱啦？才谈呀？啊？我还以为你们两个早就偷偷谈起来了呢。才没有，就刚刚才开始。所以，我是第一个知道的。那必须是全世界第一个。行，算我没白养你。好了，你跟小林好好吃饭，回来妈妈再跟你说。好。好了，跟妈妈说好，我不回去吃了。好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既然都告诉阿姨了，那我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昭告江东父老了？不行，你要专心开车。明白了。麻烦聂小姐前面带个路，我打几个电话。啊，工作电话吗？当然不是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对劲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？我平时难道不大方？不过这次可以更大方一点，毕竟我和西光一起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很生气。哎，名义上。不是吧？你这过了个年回去就脱单了，动得这么快？哪里，其实已经见过家长。什么？家长都见过了？我去买个梅花糕。小心。啊，不好意思。
说了，我带他去买梅花糕。哎，别，他在你边上吧？我受不了了，把电话给小聂，我要跟他说几句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是很信任你的人品。哎呀，你少废话，快点！师兄想跟你说话。喂，方师兄。小聂啊，你也不好好管管。我在这加班呢，大白天他跟我炫耀上了。难道要晚上说？这么快就跟我师弟一条心，欺负孤寡青年了是吧？不是，可是你上次不还劝我赶紧跟他在一起吗？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害怕好兄弟没有女朋友，更害怕好兄弟有了女朋友之后自己还没有啊。小聂啊，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看他多嘚瑟呀，轻浮，太轻浮了。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？还有没有机会退货？师兄，他把手机抢走了，都听到了。你们有什么恩怨自己解决啊！实在不行回苏州打一架，我去买梅花糕了。阿婆，2个梅花糕。你要什么味道的？现在出了这么多。师兄，怎么了？你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人，担心你没有恋爱经历，谈不好恋爱，劝小聂好好考虑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最好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是。哎，什么时候吃饭啊？明天晚上我刚好有空。明晚不行啊，我要去苏大听讲座。那就有空呼我啊！最好也不要太早，我可不想在你们恋爱酸臭味最浓的时候啊，跟你们一起吃饭，影响我食欲。关医生，56床病人家属找你。哎，行了，你的炫耀我已经收到了，挂了啊，我先去忙了。快来买单，我要了4个。一共32块。好嘞。你是不是还要打给盛阿姨呀？不着急，我不是那么招摇的人。真的？假的，我特别着急，特别招摇。奈何瑞士时间，我妈还没起床。帅哥给你。谢谢。谢谢。好吃了再来啊。我撕一下，1人1半。那每个味道都尝一下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你咬一口不想吃，可以给我。哦，好吧。你明天去听什么讲座？苏大办了一个新能源学术讨论周，花总推荐的，我发给你。明天下午和晚上各有一场关于光伏的讲座，我都想听一听。我和你一起去。那肯定啊，你要当我司机。第2个想吃什么？这个吧。我想起来，我也还有一个人要告诉你。谁？等一下，那这个你顺便帮我吃掉。我找到我的不动产风景了。
江瑞，不告诉他的话，回头他从别人那里知道，又要哇哇乱叫了。听起来后果很严重，必须要及时告知。不过，不动产风景是什么典故？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我和江瑞去欧洲玩的时候开的玩笑。而且，我想明白一个道理。是吗？就是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风景啊，可是再美的风景，匆匆看一眼就要走了，要头也不回的，毫不留恋的告别，因为它不属于我。突然文艺起来，急什么？我们都还年轻呢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风景。什么鬼？不动产风景？对啊，写着你名字的不动产风景。哦吼，你不是早就找到了吗？林哥嘛，岛屿森林真的一动不动哎。是早就找到了，但是刚刚我写上了我的名字。今天我送你到火车站，明天下午你到苏州火车站接我，安排合理不？非常合理。那你快下车啊，要赶不上了。等等，还有件事。干什么？握手道别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中午你不是跟江瑞说，要在不动产风景上写上你的名字？不要骗人，来，写一下。心跳加速的声音，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，安静呼吸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白雪一片片落地，看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，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。我带走。仿佛这个世界剩我和你，你微笑的嘴角就是真理，命运写好的剧情。Just you and me, just you and me. 《
在等我啊？回来了。9点50，还没满10点呢。我又没说你，你心虚什么呀？小林呢？当然是回苏州啦。我把他送到火车站，回来堵车才这么晚的。过来坐。今天跟小林都去哪儿玩了？我们去看了梅花，然后去南长街吃逛逛，下午去了灵山大佛，晚上吃了排骨跟鳝糊，刚刚才把他送回去。哎，明天我吃过午饭就要走了，我们要去苏州大学听讲座。好呀，我问你今天去哪儿了，你连明天都安排好了。你这好不容易回来2天，就陪妈妈待这么一会儿啊？哎呀，去苏州大学听讲座是同事推荐的，早就安排好了，不是因为林雨森才去的。跟小林在一起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就好。妈妈在等你的时候呀，想了一肚子的话要说，提醒你这儿啊那儿啊，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想说了。有时候，恋爱谈的就是个运气，运气好的话，什么心都不用操啊；运气不好，再明白、再聪明都没有用。妈妈只希望我女儿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运气。有妈妈，我就是最好的运气。哼，这恋爱没白谈呀，嘴都变甜了。我头发已经吹干了。那早点睡，今天跑了1天。你也早点睡，你都跑了好多天了。好，那晚安。第一次光明正大的说晚安。以前是偷偷摸摸说的吗？以前不够名正言顺，现在说早安和晚安，才不用担心是唐突和冒犯。从来不觉得是唐突和冒犯。这几天你不见了，还觉得怅然若失。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消失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林总出差回来，给我们部门的人带了伴手礼，我很感动。但是伴手礼是无锡大阿福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新鲜的昭告天下的方式吗？西瓜，你和林总对在一起了。轻点儿，我们终于正式在一起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星期六。天哪！这消息这么新吗？天哪！我刚刚偷的火腿式内衣也太甜了吧！
妹偷偷摸摸吧。不过我觉得办公室恋情好像有点影响工作。怎么影响了？你怎么能有这种腐朽的为老板着想的思想呢？啊？你看啊，林总虽然是副总，但是他也是个打工的，对不对？你更是个打工的，干嘛这么为老板鞠躬尽瘁？花点上班时间谈恋爱怎么了？影响一点怎么了？你说的对，是吧？我们就是要带薪恋爱。对了，林总欠我们那顿饭什么时候吃啊？他不会是忘了吧？没忘，他昨天就说了，今天晚上请你们。这么着急？对啊，因为他明天又要出差。你才回来，明天就出差？是，我已经跟吴总约好了，去趟广州把合同签了。奇才把这个条件给我们，看来吴总很欣赏你。这人长得帅就是占便宜啊！对他来说也不无裨益。不过我还是亲自飞一趟，表表诚意。张叔，27厂区的设备清单，你这是？我看了国内最近几个光伏项目的招投标信息，隐约感觉市场在加速变化。过去大家都比拼产能、大价格战，不太注重产品和技术的升级迭代。但这几个月，较大标的的中标方几乎都在组件转换效率上有明显优势。这一趟去西北实地考察，遇见了几个能源所的研究员，大家聊了一聊，更肯定了我的想法。你的意思是，未来决定成败的一定是技术，谁先提高了组件转换效率，谁先降低了镀电成本，谁就能抢占高地。所以，我想广州的事情结束之后，再去一趟深圳，和设备供应商协商，把设备清单做一番升级，加速推动公司 Park 电池量产。我肯定是支持的，毕竟这里有我的心血。可是光伏行业现在的现金流真的不太理想，升级设备意味着增补，意味着再投入，资金的压力会更大的。我倒觉得未必需要增加资金投入。开会前，我跟设备供应商电话探讨了2家更深度合作的可能性，粗浅提了一下双方依据我们新技术，共同研发新生产设备，共享专利，共拓市场的方案。对方对这个方案兴趣很大。如果合作达到这个层面，那不仅缓解了双远短期的现金流压力，还拓展了双远未来的新设备业务，这是绝对的双赢啊！明天我就带着技术部和采购部的人飞趟广州，后天去深圳。好，点一个这个汤吧。可以啊。这个好像不错。林小姐，要不你每个都点一份？什么意思啊？林总，你现在是西光男朋友对吧？不是我们老板对吧？对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开手脚点。林总，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不难推理，毕竟物以类聚。那我就放开点了。那我就放开点啦，点，夫人。哎，多点一点，我喊了我师兄过来，他饭量大。林总，这是你的阴谋吧？你喊个大帅哥来，我还怎么放开点啊？就停在这里好了，谢谢林总的大餐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下雨了，你们带伞了吗？有伞的，雨华看天气预报带伞了。走了走了。西光没带伞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走走走走走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 。
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伞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享受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似你也似我。到了。你明天出差路上小心。好。抱歉，才在一起就要出差。抱歉什么啊？你忘了49%，你多跑跑是为我赚钱啊。为你赚钱？那我一定鞠躬尽瘁。被你提醒了，我这么奔波，说到底一半是为了聂小姐，那是不是可以要求一点出差补贴？什么啊？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而已。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，身边有我陪着你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你给我的是什么啊？干嘛给我这个？产品使用说明书，让你了解一下你男朋友的功能特点。可是你不用把你会修灯泡都写上去吧？那是具有代表性的家用功能。对了，我缝针打结也都不错。那你写自己的感情经历，是为了告诉我你有被退货的经历吗？聂小姐，你的中文理解能力是不是有问题？那是感情经历吗？难道不是莫名其妙的被老师拐去相亲，然后礼貌撤退？当然算。那是目标客户不准确，本产品主动撤出市场。另外，提醒尊敬的客户，以前本产品的功能并未全部开放，希望你能充分开发，积极使用。使用？
这么实用。你不要糊弄我哦，快点老实交代。实在没什么好交代的，就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，有一次，一位相熟的华裔教授忽然喊我去吃饭，结果发现是相亲。你要是很介意的话，就把简历退给我，我把这段删了重发。还可以这样，删了就等于没有啦？写错了，其实这是方师兄的经历，我把他这段写自己档案里去了。方师兄知道你这样对他吗？他求之不得，教授都觉得他看上去不老实，不给他介绍。你老实个头！等一下，看一下你的邮箱。你的简历我早就看过了。不会吧？我入职的时候你还没来呢。机缘巧合。哦，反正只是让你了解一下你目标客户的特点。多谢好意，不用了。我对我目标客户的了解，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哦，是吗？比如，我知道我目标客户明天早上想要去吃食堂的小米粥配煎饺。完蛋了！怎么了？你已经掌握我的饮食规律了。早安。早安。这就是谈恋爱的感觉吗？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他的早安，做什么事情都想告诉他，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事。生命中好像突然多出一个无比贴近的人，他每时每刻都存在，占领我思绪的时间超过任何人。林雨森，我发现你名字里好多木头，难道你五行缺木？木头太多只会缺光照。那么多木头靠刚刚出生的太阳，光照是不够的呀。我等你送我一轮骄阳。Would we ever be close, you and me? Wherever you are, whatever you want, don't hesitate to call me, just let me know. I hope you'll never forget. My world is only you.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, our love's gonna find a way.